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明天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生日，他79岁，他提前许了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把中国给打趴。他可不是空口说白话，他的做法跟手法只能说越来越狠。为什么？你看《华尔街日报》他说了，他说美中贸易战的重要启示是什么？是供应链武器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什么叫做供应链武器化？对美国来说，这供应链武器就是晶片；对中国来说，就是稀土。现在稀土部分已经退让了，但是美国在晶片的部分，它是寸土不让。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讯号，这个人叫做黄仁勋。我们都知道，过去黄仁勋在中国有做生意，卖他的 H20。大家今天说的话耐人寻味。他怎么说？他说未来营收及获利预估值中，来自中国的部分全数剔除。什么叫全数剔除？他不抱任何希望了。他觉得算了，以后这个所谓辉达晶片就是不会进入到中国。好，听到这个地方，如果中国没有反应的话，那它彻底都会被打趴。现在中国想到一个新方法，叫做香港武器化。你没有听错，过去我们讲这个东方明珠不是已经陨落了吗？不是没有这么亮了吗？没有，你知道香港现在是全球 IPO 最多的一个地方，而 IPO 是来自于哪里？都是中国的企业。在这些中国企业里面，包含了电池，包括了医疗，包括了无人机，包括机器人，这些都是科技的军火商。他们大量的募资，他们大量募资的背后，就是要来搞一场中美的科技战。他们决定要一决死战。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好，稍后还有专任专家林廷辉会加入我们讨论。国珍，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华尔街日报》怎么说？他说，在这一次美中贸易战里面，他们把供应链当武器。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已经把香港武器化。对美国来说，晶片是第一，它是可以掐住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武器之一。而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要靠台湾啊，没有台湾不行啊。所以现在晶片是武器，但是更重要是台湾也是一个重要武器，所以美国要紧紧掌握台湾，因为供应链已经武器化时代了，拿稀土当武器，拿晶片当武器，所以台湾绝对不可以放弃。所以黄仁勋最近的出法是什么？他已经认清楚了，中国营收他不认列了，因为美国是不可能把先进晶片交给中国了，所以他把中国营收给剔除掉。以后投资人要看，所以他完全死心了，因为晶片绝对不能落入好的晶片 AI 晶片绝对不能再落入中国手中了，所以这是一场供应链武器化的大战。所以香港既然活过来了，大家会说香港很不好，不，香港已经活成中国的武器了，你知道吗？现在双方打得非常的凶，为什么黄仁勋要这么说？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又说了，我们不会把最好的晶片给中国，指的就是黄仁勋的 AI 晶片，55%的关税我可以跟你谈和，但是美国绝对不会让中国取得先进的晶片，所以晶片寸土不让，寸土不让，而且是上手术刀的精密，而且对台湾的控制超乎你的想象。接下商务部的官员凯勒就说了，凯勒斯就说了，他是专门管制的。我跟你说，华为年产量是20万颗，我会控制的死死的。你在华盛顿，人家华为在深圳，你怎么知道它的生产量是20万颗？他掌握的也太细了吧？这就是非常恐怖的地方，他就在精准的掌握说，晶片竟然是武器，所以我要控制华为到什么地步？我可以让华为的产能多少？我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在台湾严重到什么地步？在清华大学或交大都有美国出口管制官在那边上课宣导，你台湾人要遵守我的法规。你现在卖多少晶片，你设备给他，我都清清楚楚的掌握了。对，所以这是一场控制武器的战争。我让中国，其实你华为20万颗还算过了，就是说，你大概就是可以满足你中国的需求，刚刚好不会死，但是我让你不会太好，所以已经到了像手术刀一样，把这个当武器。所以黄仁勋现在很啊，他接受 CNN 访问了说，以后营收跟获利预测不会有中国市场的表现，不会再纳入中国市场的表现。对，我要告诉我的股东跟投资者，没有了，以后中国市场可能好的晶片卖不出去，因为美国刚才讲了，凯斯勒就回应他的部长卢特尼克说的嘛，未来我们不会提供先进的晶片给他，最好的东西不会给你，甚至已经精准到20万颗，就是20万颗。对，华为的深圳的产能，你盖多少晶圆厂，我都清清楚楚，你能生产多少晶片？因为晶片就是一种武器，而台湾就是里面重要武器。那
香港呢？你突然间发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会吓一跳。双方的战争已经打到什么东西都可以当武器的时候，连香港都可以当武器。对，香港刚刚特别提到说，以前叫什么东方明珠，结果没有，它变很暗淡，它现在活过来了。对，东方明珠当然还像东方明珠一样的兴盛，但是它活成了中国的金融武器了。上半年香港回来了，它是全世界 IPO 第1名就是上市金额第1名，甚至全年已经预测出来了，它还是最强的。上半年就140亿美元了。我们前阵子不都在讲香港都没人上市吗？香港已经成为金融废墟了吗？对，怎么香港变成世界上募资最强的国家？结果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才发现香港已经变成战争武器、金融武器的一部分。它上市的都是什么？都是跟战争、跟未来、跟美国对抗的东西，能源、医疗、半导体、机器人跟像大疆的师兄弟都跑到去香港来上市，等于你在做什么？你在做机器人，你在做无人机，那包括被美国定位叫做军工产业复合体的宁德时代也在香港上市啊。对，你在募集大量的资金，在养什么？养这些跟军工相关的产业，你在用香港这个金融产品养大你的战争工具，所以双方已经进入了什么？我什么都可以拿武器了。我们看这个数字就看得出来，香港活过来了。今年的表现本来很低，就这样冲上来。你说包括什么印恩生物、赤峰黄金、蜜雪集团。都陆陆续续累积表现越来越高了。对，而且很多上市的公司，就我刚才说了，重工产业嘛，本来是做重工，你也可以做坦克嘛，做相关军事武器的，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嘛，做家电的，其实它都是军工产业的一环。你看香港募资的表现，2025年1600亿美金。世界上最多上市金额的，已经成为全世界那个港股，最近也超的超越台股了。对，股市变得非常好，但是香港不是你想的那样，香港活成什么样子？活成中国的金融武器，中国对它的控制越来越紧哦，所以一句话已经讲得清楚了，香港就是这场美中大战的战略要地，绝不能有失。所以香港现在干什么？你台湾人现在去香港，你要非常小心。刚才你们不是大家在讲吗？香港不是一国两制吗？错，我告诉你，香港现在没有一国两制的，现在叫做爱国者治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治港。什么叫爱国者治港？爱国者崛起运动正在香港兴起，就从2020开始国安法通过之后，他开始鼓励香港爱国者出来，你大量去收集什么证据？收集谁是反香港不爱国的人？你只要有嫌疑，都举报你不爱国。如果你鼓励香港独立，你鼓励反送中，你鼓励台湾独立的话，你都会出问题。所以举报事件高达什么样？2020年到现在5年，89万件的举报，都在匿名举报，通通在举报你的邻居是不是不爱国、不爱香港、不爱中国。香港的肃杀氛围这么大，所以有32个政党活动组织被关闭，也甚至一个独立书店。你知道我们以前过境香港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不是去买它的禁书？有些很精彩的禁书，讲的是中国官场啊、内幕啊。现在的一些书店都被查，甚至警察在15天内巡查10次。这个数字也太夸张，15天内巡查10次，代表什么？每天有人检举你，你不爱国，你就是叛徒。我只是卖个书而已。所以你小心，你即便台湾人去的时候，连中国人现在都说，香港的爱国，它的法律是很严的哦。你在香港，如果是因为你不爱中国，我现在讲的爱国是不爱中国，不是不爱香港哦。不爱中国，你被举报的话，真的定罪的话，罪是很重了，比中国还重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黄之锋，反送中一个重要香港名誉人士，现在他怎样？终身监禁你也不过上街头抗议，主张香港要民主，你就要终身监禁。所以他是之前服刑之后，这次又被说什么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就变成终身监禁了。对，所以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彻底牢牢把香港控制住，香港绝不能有失，因为它是个战略要地。它已经不是东方明珠，它就是一个武器。那我为什么说它是武器？你看了，它上市的公司就可以看出来，大疆无人机的师兄弟，同一个系统的，它的沃安机器人，它在那边上市，接了地平线机器人，也是做机器人的公司，也在那边上市。还有宁德时代，美国也把它定义叫军工产业，其实都跑到香港去上市，大量跟能源、半导体、机器人，因为美国怎样？美国在对晶片战争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企业也全部要上市。对，他做的是什么？
把香港变成武器，然后拿募资的钱去养大这些跟战争相关的当然平常是民生工业嘛，对，做机器人做那个，一转眼变军工武器了，对嘛？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的无人机飞上天去做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必须要把香港变成这样，所以你只要不在香港不爱国，终身监禁就等着你。所以你现在我们台湾人过境香港的时候，你小心哦，89万件举报哦，你千万不能被人家讲你不爱中国，不爱中国是有罪的哦。所以整个香港变成是爱国者治港，香港也变成是中国的武器。那台湾你要很小心台湾也是一个重要武器，你知道拥有台湾就会变成怎样？这个人现在讲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这个是中兴的创办人，中兴就是张汝京创办的。当年台积电诟病四大半导体之后，他就跑到中国去成立了世芯。那如果他说，如果两岸加起来，他就是全世界第一了。如果两岸合作，他讲这种话，当时他从台积电离开之后，跑到中国去，然后他现在回头说什么？他说你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啦，一起之后什么美国没有用，我们两岸合作可达世界第一，什么话？更正一下他把厂卖给台积电之后，就跑到中国去成立中兴半导体他就是支持中国发展了。所以他现在讲两岸合作绝对世界第一，所以很清楚嘛。中国现在想要追上来，中兴根本不可能追上来。张汝京是很清楚了，因为中兴的发展是。他是非常清楚，而且他创办中兴的。现在他讲这个话是代表什么？反而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中国紧紧的掌握香港，把香港当成金融武器。那美国他会放弃台湾吗？不可能。黄仁勋的晶片谁做了？所以他绝对不让黄仁勋的晶片卖到中国去。同样的，谁掌握台湾，谁就是这一场供应链武器的世界第一。所以台湾绝对不会失去美国的掌握。志聪，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供应链当武器的时候。现在香港变成中国武器，而现在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刚刚讲晶片对于美国来说一定要紧紧的掌握。现在包括了美国，包括日本，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台湾有何其重要？你现在手上拿的那一本书，要给大家看一下，这叫沸腾的护城河，对，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台湾在国际上不能掉的。对，没错，这本书呢是伯明写的。我们知道伯明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前国安副顾问，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他写的当然具有这个代表性。他这本叫沸腾的护城河，要以台湾保卫台湾为一个重点。我们要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的官方啦，或者说像日本的，都是在讲说，台湾可能真的会有危险的这个状况。那我们想到到底有没有危险？我们就说今天凌晨的时候，以色列不是对这个伊朗发动所谓的狮子的这个突袭吗？这个行动。那之前的时候，美国国防部有警告说，赶快请那个在伊拉克所有的美军这个家属，你赶快离开。赶快走。对，然后前几天的时候，然后人家就说，对啊。之前拜登有警告说，乌克兰这个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你看果然就入侵了。那这个赫格塞斯警告说会有战争的话就有战争，那我们不禁让人家联想，前几天 AIT 的高雄办事处不是叫我们什么紧急救难包？对啊，所以很多人就很担心说。很多人担心说，难道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不清楚。不过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的确有那种诡谲的气氛在这边。因为伯明之前呢，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他在中国当过记者。虽然他对中国很了解，他曾经还说过，他在中国写的稿还被人家拿到这个马桶去冲掉。虽然对中国很了解，他说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说过话。毛泽东说什么？毛泽东所以说，如果要用军事行动攻击台湾的话，一定要掌握什么两个前提，一个是空优。另外是内应，对，所以空优跟内应，所以我们就讲嘛，事实上这是谁说的？这个毛泽东说，但是习近平呢也是会 follow 毛泽东的想法。而且为什么？他里面书中我们特别帮大家列了出来。他说他当时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当时他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而且他说什么？我不惜国内打烂了重要的建设，我们重新建设都没有关系，所以他有时候会讲玉石俱焚，他都可以的。对，没错。然后他说，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困，挑战如何严峻，然后党永远不畏惧，也绝对不会退缩，不怕被牺牲，百折不挠。所以就说，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假设这是中共的党性来说的话，他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发动作战，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就讲，一个是空优，一个是内应。好，我们两个一个一个来讲。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最新的消息不是？你看。日本的媒体曝露什么？他说什么？中国的这个飞机啊，他们歼十5的飞机啊，居然靠近日本的巡逻机啊。然后最近的话只有45公尺啊。各位，这不就是一个他们在尝试的？而且我们现在用红圈现在圈起来那个地方有没有？是它挂弹的。对，没错。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
它是歼15的飞机下面挂弹给你看，就是说你看啊，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 P3C 的反潜的巡逻机在飞行的时候，就没想到中国的这个歼15飞机就靠近它。靠近它的时候，然后展示这个飞弹给你看，就意思是说我可以击落你哦，然后还在旁边，然后最近的时候靠近它45公尺之后，然后后来飞到它的前面，距离900公尺，挑衅成这样。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那这是什么？这是展现空优的一环嘛。另外一个是什么？美国最近说什么？他这个赫格塞斯就说，中国呢更积极的在演练侵台。然后美国国防部长就说，前所未见的军事扩张，中国步步进步威胁，积极的演练。他们之前的报道是说，曾经我们要前一阵子来说话，中国有集结约莫是他们1/3左右的相关的舰艇，还有很多的登陆舰在中国演练什么？他们当时是演习，但演习的时候主要就是什么？夺取台湾。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部分啦。所以你看美国也是非常的紧张。美国你看美国的赫格塞斯一直不断的警告，甚至连他们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的这个凯恩，新的这个凯恩上将，他就说，解放军的这个展现不断扩张的能力，针对台湾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范围、规模、复杂性、频率上日益升级。这种挑衅行为来说话，他说的确非常夸张。他说不是例行性的演习，是为武力统一而进行的演练。武力统一，对，所以呢，至目前为止，赫格塞斯美国国防部长，还有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4星上将，都说中国的确是步步进逼。你看他是说什么？这是美国的这个报道，他说中国首次以双航母的行动挑战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好，这是美国的报道。另外，俄罗斯什么？中俄专家说，中国对日本的军事扩张，还有美国介入东亚的事务，保持警惕。就是中国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报道是这样。好，那这为什么这样？你看，这是日本它播出来，日本的这个他们的产经新闻，你看这2艘航空母舰同时出动，仿佛是在说这是中国的天空，那中国的军机紧跟在后。好，那它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先跟他讲。这日本呢，第一次把这个图弄出来，这是日本，对不对？日本本土，然后这是台湾，然后这是菲律宾，这是过去的第一岛链，它已经来到第一岛链，这是山东号在这边，对，然后辽宁号在这边，好，我们的第一岛链在这边，它已经跨出第一岛链，这是所谓的第2岛链就在这边，它不止跨出第2岛链，它已经来到第二岛链跟第3岛链中间，哈，所以呢，事实上它就在这个附近这样绕来绕去，那这是要做什么呢？照我跟你讲，它这显然是要突破第2岛链嘛？那美军当然是以第1岛链跟第2岛链作为防守点嘛，他就来到这个地方，告诉你说，美军要过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拦截你。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中国似乎是你看，除了在台湾周边演练所谓的登陆作战之外，他在这个两艘航空母舰在这个西太平洋演练什么？拒止反介入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他事实上他真的有在做一些相关的行动。那也因为有做一些相关，我们不是讲嘛，第一个你要取得空优嘛，空优就是我有这个登陆的这个作战的方式，我有飞机，我有航空母舰，就取得相关的空优跟优势，还有飞弹取得空优。另外第二个是什么？内应嘛。所以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赖清德总统会在这个时候？他就说，原本就不是说他5月20号就已经抛出说要这个国事会要跟你们简报国安这个状况，虽然说很临时啦，他是前几天通知说，我们18号就要开会。当然在野党目前的说法说，哪有那么临时，时间太赶嘛。好，我们看了那么多的这个讯号，第一个。AIT 的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再就最近呢，中国非常多不寻常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包括说像美国的这个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说了，中国真的是在准备哦。日本还大肆的报道相关事情，对，而且最近我们不是说中国内部一定有出现相关的这个政情的变化，对，这个有可能都会对台湾问题造成一个不论是怎么样的状况，至少内部一定有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国安情势在变化。那总统这时候召见这个2位的在野党主席做国安报告的时候，当然有可能跟你们讲，目前为止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嘛？真的有种情况紧急的味道。那情况紧急的时候，那怎么样？我们当然就是说，第一个让在野联盟知道说我们目前为止的国安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第二个是什么？他可能要坚定啊，未来说，我们如果真的要一致对外的时候，那请问这些内应该怎么处理？宇轩，最近太多的讯号，这讯号是什么？台湾绝对不能够掉。为什么它不能掉？你看到最近的美日台的兵推，这美日台兵推跟过去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美日台兵推里面真的杀得非常凶，电得非常凶，骂得非常凶。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幻想，为什么呢？因为在包括美国自己的陆战队中校最近在投地期刊 Proceeding 里面，他也想到了这个战术。而曾经呢，在过去汉光演习，我们讲第29号演习的时候，就这么巧，也演练过这个战术。所以当这个战术呢，是过去大家曾经其实多次提到，但最近呢突然间浮上台面。为什么？因为以前大家想定的时候呢，可能单刀直入，从淡水河口呢直取你的心脏，甚至进行斩首任务。但后来发现
最近呢，共军很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态势，包括美军在评估了是什么？围点打援，等于就是说呢，我先把澎湖、望安、七美，因为在这边呢驻兵非常不易，全部给拿下来，也就是呢离岛从绿岛到兰屿，一步一步，我先从外围把这边取得之后呢，它可以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中继休息站，包括我的2栖登陆舰，包括我的直升机，包括我相关的这些部队。都可以先停在澎湖这个大门口，而他把澎湖视为说是台湾呢，等于说只要澎湖失守，台湾这边就会失守。那与此同时，这个步骤呢全部包围的同时，我还从你的后方往宜兰这边，也就是所谓的东部地区、花莲地区做进犯，那跟大家想定的过去的想定完全不一样。等于是说呢，我从外围把你包围之后呢，逐步的让你自洗，同时把你的交通网络、把你的网络、把你相关电力设施一步一步的通信瘫痪。所以你看到它的步骤，先把离岛袭击，再让你的本土呢机场轰炸。第二个步骤呢，则是让你的澎湖沦陷之后，我掌控你的咽喉，让你的通信呢全面的中断，等于是你看不到，你也听不到。最后，花东横村这边才开始登陆，然后呢，苏澳花莲这边军港再夺，而等到这一切待命之后，他把你台湾视为待宰的羔羊。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了。我再一步一步的往你的核心去，而进行这个兵推呢，我们讲的是谁？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前国防部副部长，叫做许衍蒲。那许衍蒲他说呢，我们这时候在进行所谓的这种测试组的时候呢，台湾组发现一个大问题，因为今天这一次呢，他是最近有一个台海防卫兵推，那包括美国呢来了谁？来布莱尔，布莱尔很重要，他是过去我们讲副参谋长李喜明的老师，他是来自美国的前太平洋司令的，所以在所谓的众目睽睽状况之下呢，出了一堆贼，出了什么贼呢？首先，共军呢明明都已经渡过我们的12海里了，就你知道我们的国军在纠结什么吗？到底怎样算是第一级啊？我们要不要算是起战啊？就是光是为了要不要开火，想了老半天，然后就看着他船这样子开进来，说：“兄弟，12海里了。”要开不开？然后说这还在讨论，就被骂了。对，然后还在讨论，然后等到下一个阶段，都已经讲说，东沙太平都已经被占领了哦，那你现在要不要把它去夺回啊？结果你知道我们的国军说什么吗？我们国军说no， 有美国人嘛，说 no， 然后李喜明，然后马上被臭骂一顿。被美方跟李喜明臭骂一顿说，你回去再想想好了，好不好？不要兵推了，回去再想想。不然你根本就没准备好啊！就是对于这种很多的情境跟状况，他们都还在思考说，对于第一级的定义以及相关的越入侵的海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讲到所谓的禁制线水域12海里，还有相关的辨识，就是说到底怎么样算是进犯？因为理论上按照法规来讲，我们自己的国防标准，你只要进入到空域跟海域，那个都已经视为侵略行为。就到光是这个部分，以及东沙岛，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么重要，说澎湖跟这些离岛很重要，结果他们的想定里面完全想不明白。所以你知道吗？追完之后，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国军越多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因为至少你知道问题在哪里才可以改进嘛。没错，你的布阵才能可以改变嘛。但是他们心里就想一件事情，真的大魔王根本不是中共。你知道说他们说大魔王是谁吗？大魔王就是李喜明，李喜明太可怕了，太严厉，而且都是单刀直入，直取核心。所以对于未来国防，不管你是怎样批评，只要能够越来越改进、越来越好，绝对都是好事。廷伟，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有一个关键，今天大家都想说，如果这个中共组真的是照他们所说的，这根本是奇袭耶！把澎湖拿下来之后，竟然是突袭东部，现在真的有可能吗？也是有可能的。你知道现在这个解放军在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在做拒止的动作。什么是拒止动作？就是不要让美国跟日本介入嘛。所以今天来讲，这个台湾组我那一天有讲了，台湾组所呈现的确就是现在目前台湾目前的内部的一个心态的状态，就是所谓的不作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太久没有打仗了，搞不清楚状况，这才是真正的台湾组的这个真实的情况。那现在被刁了，不是吗？被刁了，说你要有所作为啊。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来讲，台湾组在第2天来讲的话，是有一些反应出来的。所以第2天被刁完之后就变了。对，但问题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来讲的话，不是只有军事方面的层次的问题，它有时候是台湾这个心理因素的问题。什么叫心理因素问题？当年康熙皇帝为什么要拿这个澎湖？你知道吗？拿了澎湖之后，那根本也不想打台湾，就是叫价台湾，就是你要不要投降？你要不要投降？这时候台湾内部来讲，军心大乱了。对，这是大家来讲说，正式王朝里面来讲是分主和派跟主战派，不是吗？同样的道理，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美国要点名，就是说这个解放军他会拿澎湖群岛？因为拿澎湖群岛，它的什么？它的成本最低啊。
他拿了澎湖群岛之后，然后来叫台湾的政府说，那你要不要投降？你要投降你就归顺，你不投降的话，看你怎么样，我再继续打。这时候你台湾政府要怎么作为？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一直等不到所谓的外援靠近的话，外援进来的话，那你怎么办呢？对，所以而且到时候说不定台湾内部就会内乱了。就不是单纯这个，所以他们要打的是这一种，一下用武力，一下是打你的心战，是心理战，心理战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民心是最脆弱的事情。民心一垮的话，大家纷纷往机场跑，往港口跑，然后到处撤侨，到处怎么样之类的，怎么办呢？提问，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最关键哦，2个航母哦，他们又玩什么？玩锯齿。我们过去说他们只要封锁台湾的能力，现在没有，他现在是针对于美国，针对日本。完全不让他们进来，是在玩这个战术，不让他们进来，所以这等于是战术的规划，完全是跟过往的想象、想定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看起来就是说，的确美方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了，日本也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美日来讲的话，它要突破这个所谓的中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域的这个拒止的这个封锁线的时候，当然现在还不太可能，因为2个航母战斗群还不够。但是问题是，接下来福建号下水了，然后后面来讲，第4艘航母也下来的时候，可能4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美日要怎么反应？所以这时候，比如说无人载具要破坏要干嘛这全部都要一整套的东西。所以里面有个关键什么，4艘的航母陆陆续续这样下来的时候，你说你跟朋友聊天聊到说什么，10年内是会有世界大战？这个我真的真的很难过，因为以前有一些好朋友，就是外国朋友，我们定期会吃饭，我们定期会聊天。然后呢，因为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大概有很多的时间来讲，我们大概顶多就是1年见一次。但最近我见他的时候，他开始跟我聊人生的一些道理啊。他为什么聊人生的道理啊？他说：“你看起来是不是还很年轻啊？30几岁而已。”我说：“没有。”他就一直开始在跟你讲说：“我们要珍惜现在能够活的时间，或怎么样，未来说不定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会看到什么战争。”我说：“战争？世界大战要开始吗？”他说：“有可能会发生。”这外国人哦。他说他们的情报部门从欧洲那边已经获取任何相关的情资之后，他们要回应欧洲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可能有一些作战的手法的时候，他们势必也要进行反击。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亚洲国家也都被拖下去，整个世界大战就可能开始。这是他们的情报部门跟我讲的，所以我认为说，在未来10年之内，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惜一战的可能情况出现哦。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自保？这其实我们的领导人要赶快提出方法。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